3岁抓周，我攥着计算器，竹马攥着我的手，两家大人笑闹着定了娃娃亲。后来这货次考年级第1，只位于我同班，高考放榜750分满分轰动全网，他却只发了一张偷亲我的照片，配文我家女孩值得最好的。我以为这就是永恒，直到那个啃馒头的贫困转校生出现，直到999999元的转账记录弹出，直到我的志愿被改成了一所野鸡大专。原来所谓青梅竹马，敌不过一场精心设计的救命之恩。我要走，要让他们后悔，要在废墟上重建一个杀不死的我。手机在桌面上疯狂震动，群聊消息以每秒几十条的速度刷屏。750分，这是人类能考出来的分数吗？学神厉害，全省第1啊！重点难道不是朋友圈吗？那张照片绝了，侧脸杀我！锁死锁死！要是我吞了！我盯着屏幕，看着那张被疯传的照片，照片里竹马贴着我的脸颊，我闭着眼像是在偷笑，他眼角眉梢都是得逞的得意。配文简单粗暴，我家女孩值得最好的，后面艾特了我们班群，心脏跳得有点快。17年的时光呼啸而过，那个3岁就抓着我手指不放的小崽子，那个为了跟我同班次考第1的跟屁虫，那个会在下雨天把伞全歪到我这边，自己半边肩膀湿透的笨蛋。现在他是高考状元，是全网追捧的学霸男神，却还在用最幼稚的方式向全世界宣告我是他的人。闺蜜，你上辈子拯救银河系了吧？闺蜜用手肘撞我，满脸艳羡，这种顶配竹马怎么就让你摊上了？我还没来得及回话，一条消息突兀的跳出来，真的好羡慕他，我这辈子都不配有这么优秀的男朋友。发消息的是转校生，那个2个月前从贫困县转来的女生，她永远坐在教室最角落，穿着洗得发白、领口都磨出毛边的校服。每天中午，当大家涌向食堂时，她就从抽屉里摸出一个冷硬的馒头，就着白开水慢慢啃。我曾私下让闺蜜给她带过一份套餐，被她红着眼眶拒绝了。谢谢，但我不能接受施舍。那时候我觉得这是个有骨气的女孩，可现在她在班群里发这种话，群里的刷屏诡异的停顿了几秒，像是废水突然被扔进冰块。我皱着眉，刚想回复你也很优秀，将来会遇到对的人，屏幕顶端突然跳出一条系统提示：竹马已向沈洛黎发起转账999999.00元，备注会有的。我的手指僵在半空，999999，近100万。他说给就给了。青柠，林月察觉到不对，凑过来看我的屏幕，随即倒吸一口凉气。什么？顾逸晨疯了吗？我颤抖着手点开顾逸晨的微信，聊天界面还停留在昨天。他说明天出分，等我好消息。我回了一个猫咪点头的表情包。现在我打字，你什么意思？发送，等待1分钟、2分钟、5分钟。在我几乎要以为他不会回的时候，消息进来。怎么了？那笔钱，洛黎家里穷，我想帮帮他。我盯着这行字，呼吸变得急促。你疯了吗？那是100万。我知道，但他真的很可怜。可怜，我猛地站起来，椅子在地上滑出刺耳的声音，教室里瞬间安静，所有人都看向我。青柠，林月拉住我的手，你冷静点。我很冷静。我抓起手机往外走，在走廊拨通顾逸晨的电话，响了很久，他才接起来，背景音嘈杂，似乎在什么仪式上。青柠，晚点再说行吗？我再接手。那笔钱，我打断他，是认真的。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。是我们2家虽然是世交，但那是100万，不是100块。你给他的时候想过我的感受吗？我只是做慈善。慈善？我冷笑。那你为什么不捐给希望工程？为什么不捐给红十字会？非要转账给一个认识2个月的女同学，还要在备注里写会有的？顾逸晨，你觉得我是傻子吗？你误会了。他的声音听起来很疲惫。洛黎他今天情绪很崩溃，他说羡慕你，说你什么都有，而他连一双新鞋都买不起。我只是想鼓励他。鼓励需要100万？那笔钱对他来说是天文数字，但对我们家来说，对你家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。我几乎是吼出来的。更重要的是，你是我的未婚夫，你当着你未婚妻的面给另一个女孩转账100万，告诉她会有的什么？会有你这样的男朋友。走廊尽头有同学探头探脑的看过来，我深吸一口气，压低声音。顾逸晨，你看着我的眼睛说，你对他真的只是同情。他沉默了，这沉默像一把钝刀，缓慢地割开我的胸腔。我知道了。我挂断电话，反手将他拉进黑名单。回到教室，沈洛黎正站在我的座位旁，他低着头，手指绞着衣角，那个洗得发白的校服袖口在他手背上晃荡。青柠姐，他声音细若蚊蝇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顾同学会转账，我已经拒绝了。但是什么？但是他坚持。他抬起头，眼眶红红的，像只受惊的兔子。他说如果我不收就是看不起他。我真的没想到会惹你生气。林月在一旁翻了个白眼，茶味熏着我了。我没理沈洛黎，绕过他坐下，他却突然抓住我的手腕。青柠姐，你别怪顾同学，要怪就怪我，是我太羡慕你了，是我控制不住说了那些话，你打我骂我都行，千万别和顾同学吵架。他的指甲掐进我的肉里，别碰我。力度其实不大，但他踉跄着后退2步，撞在后排的课桌上，发出一声巨响，全班寂静。沈洛黎的眼眶瞬间蓄满泪水，他咬着唇，捂着胳膊，像是受了天大的委屈。许青柠，你太过分了。门口传来顾逸晨的声音，他应该是从表彰会场赶回来的，胸口还别着状元的红花。他大步走进来，看都没看我，直接扶住沈洛黎。没事吧？有没有伤到哪里？沈洛黎摇摇头，眼泪却恰到好处的滑落。我没事，不怪青柠姐，是我不好。你别替他说话。顾逸晨转头看我，眼神是我从未见过的冰冷。许青柠，我没想到你这么恶毒。洛黎只是想解释，你推他干什么？我恶毒，我推他。我站起来想解释，想告诉他明明是他先抓我，明明是他自己往后倒，但看着顾逸晨护在沈洛黎身前的姿态，
看着他眼中对我的失望和对他的心疼，我突然觉得一切解释都失去了意义。是啊，我恶毒。我拎起书包，那你们这对善人锁死吧。我一夜没睡，凌晨3点，我盯着天花板，手机屏幕亮了一下又一下，顾逸晨发来无数条好友申请，我全点了拒绝。天蒙蒙亮时，林月的电话打了进来。清明，你看学校论坛了吗？快看！我打开链接，一个飘红的帖子刺入眼帘，贫困生的逆袭，学霸男友为我放弃清北。发帖人沈洛黎，正文长达3000字，字字泣血。我出生在国家级贫困县，父亲酗酒家暴，母亲在我5岁那年跑了。我和奶奶相依为命，住在漏雨的土坯房里。中考我以全县第3的成绩考上这所重点高中，却因为交不起学费差点辍学。我以为我的人生注定灰暗，直到遇见他。他是光，是救赎，是照进我贫瘠生命里唯一的太阳。我知道他有青梅竹马的未婚妻，知道我不该动心，可爱情不分先来后到，心跳不受理智控制。当他为了帮我，不惜与家族对抗，转账100万之位让我安心。当他当着全班的面护住我，我知道我这辈子都走不出来了。今天他更是为我放弃了清北的特招名额。他说比起那些光环，他更想陪我一起去普通的学校，从头开始。评论区已经炸了，卧槽！清北名额说放弃就放弃，这就是爱情吗？楼上醒醒，这是小三上位好吗？人家有未婚妻的。许清明也太惨了吧！青梅竹马抵不过天降，只有我关心那个名额吗？全国只有1个的情侣特招名额啊！顾逸晨750分换来的，就这么给沈洛黎了。许清明肯定做了什么过分的事吧？不然顾学霸怎么会突然变心，支持洛黎，勇敢追爱有什么错？不被爱的才是第三者。我手抖的几乎握不住手机。清北的情侣名额，那是去年顾逸晨参加 EMO 夺冠后，清北招生组特意为他设立的，全国只有1个可以带1名成绩稍逊的伴侣一同入学。顾逸晨当时还笑着对我说，这名额天生就是为你准备的，你得跟我去清华。现在他给了沈洛黎，不对，我逼自己冷静下来。如果顾逸晨真的把名额给了沈洛黎，他根本不会发这种帖子。清北的录取系统里有记录，他如果是靠名额进的，现在早该收到录取通知书了，而不是在这里写小作文。他在撒谎，或者说他在逼宫。我洗漱出门，早读铃声还没响，教室里已经坐满了人。原本喧闹的教室在我踏入的瞬间安静下来，几十道目光像探照灯一样打在我身上，同情、好奇、讥讽，幸灾乐祸。我走到座位，发现抽屉里塞满了东西，有安慰的小纸条，也有写着恶毒、配不上顾神的诅咒信。沈洛黎坐在顾逸晨的座位上，是的，他坐在我的未婚夫、我的竹马、我的同桌的座位上，正低头看着什么，嘴角带着羞涩的笑。而顾逸晨站在他旁边，微微俯身，姿态亲密，手指正点在他的笔记本上，似乎在讲题。那幅画面刺痛了我的眼睛，那是我的座位。我走过去，声音平静。顾逸晨直起身，看到我时眼神复杂。清明，你来了，正好，我有话跟你说，先让他起来。沈洛黎慌忙站起来，椅子在地上滑出刺耳的声音。对不起，清明姐，我只是在问顾同学一道数学题。我问的是数学题吗？我看着顾逸晨，我让你起来了吗？顾逸晨，那是我的座位，我的抽屉，我的未婚夫，你让他坐在那里，是在打谁的脸？教室里鸦雀无声。顾逸晨皱起眉，你能不能别这么咄咄逼人？洛黎他基础差，我给他补课怎么了？补课需要坐在我的位置上，需要凑那么近，你简直不可理喻。顾逸晨也火了，从昨天到现在，你闹够了没有？就因为一笔捐款，你就把我拉黑，推搡洛黎，现在还要在教室里撒泼。捐款到这个时候，他还觉得那只是捐款。沈洛黎在一旁轻声啜泣，都怪我，是我不好，我不该问顾同学问题的。清明姐，我这就走，你别生气。你走什么？顾逸晨拉住他的手腕，该走的是他。许清明，既然你这么容不下洛黎，那这个座位让给他坐，你去后排。我不敢置信地看着他，你说什么？我说他一字一顿，眼神冰冷。既然你这么没有同情心，这么刻薄，那你配不上这个好位置。洛黎更需要老师的讲解，更需要一个好的学习环境，而你反正成绩也不差，去后排不影响你发挥。17年了，这是17年来顾逸晨第一次为了别人当众让我难堪。我看着他护在沈洛黎身前的样子，突然觉得很累。好，我点点头，拎起书包走向最后一排。经过讲台时，班主任正好走进来，看到这一幕愣了一下。许清明，你干什么去？换座位。我说顾逸晨说我不配坐前面，让给更需要的人。班主任脸色一变，看向顾逸晨，胡闹，快回原位。老师，顾逸晨站起身，我觉得这个安排很合理。洛黎他，顾逸晨，班主任打断他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许清明是你的未婚妻，你们2家那是2家大人的玩笑。顾逸晨打断班主任，声音清晰的在教室里回荡，做不得数。现在的年代，娃娃亲本来就是封建糟粕，我和许清明早就结束了。我停下脚步，结束。原来在他眼里，我们只是结束了，而不是背叛，不是出轨，不是辜负，只是轻飘飘的结束了。我转过身，看着他的眼睛，你说真的，真的，他直视我，我受够你的大小姐脾气了。洛黎他温柔、善良、懂事，知道体谅别人的难处，而你除了会发脾气，会指责，会用你的家世压人，还会什么？好，我笑了，笑得眼眶发酸。顾逸晨，你记住了，今天是你说的结束，不是我。还有，我看向沈洛黎，他眼中一闪而过的得意没有逃过我的眼睛。那个清北名额，你真的给他了？顾逸晨犹豫了一瞬，沈洛黎抢先开口，金玲姐，你别误会，顾同学没有给我，我在问他。顾逸晨深吸一口气，名额的事我还在考虑，但就算给了洛黎，也是我的自由。许清明，你没有资格干涉我的决定，我没有资格。我点点头，
很好，那祝你们百年好合。锁死，千万别去祸害别人了。我走到最后一排，在靠窗的位置坐下，这个位置能看到顾逸晨和沈洛离的背影，他们靠得很近。沈洛离在笑，顾逸晨在给他讲题，偶尔侧头看他一眼，眼神温柔的能滴出水来，那是我曾经专属的眼神。我低下头，打开笔记本，开始规划自己的未来。既然他不要我了，那我要自己走，走到最高最远的地方，让他们再也够不着。下午最后一节课是自习，班主任把我叫到了办公室。清明啊，他欲言又止，搓着手，你的志愿。我的志愿怎么了？我心里咯噔一下，系统显示你填报的是南城职业技术学院。南城职业技术学院，一个我根本没听说过的大专院校。我脑子里嗡的一声，想起3天前，那天我填好志愿是清华的经济学，填完我去上厕所，回来时发现沈洛离站在我的电脑前，说他只是路过，不小心碰掉了我的笔。原来他不是路过，我要报警。我听见自己说，班主任脸色大变，这恐怕有误会吧？沈洛离同学他篡改了我的志愿。我平静地说，这是刑事犯罪，老师，根据刑法第286条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，可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。哎呀，别说的这么严重，班主任急了，可能是系统错误，可能是你自己不小心点错了。我的志愿是清华经济学，我亲手填的，检查了3次。我看着班主任，而沈洛离他那天碰了我的电脑。老师，你要包庇他吗？班主任额头上渗出冷汗。这时办公室门被推开，顾逸晨走了进来，身后跟着红着眼的沈洛离。老师，顾逸晨说这件事是误会，洛离他只是不小心点错了，他以为是帮他看看填报流程，没想到点到了提交。我转头看他，你信这种鬼话？我相信他，顾逸晨指示我，他不是故意的。清明，你成绩那么好，就算不去清华，去别的学校也一样。洛离他不一样，他只有这次机会，所以他就要毁了我的机会。我声音拔高，顾逸晨，你知道南城职业技术学院是什么地方吗？那是野鸡学校，是骗钱的。我的分数去那里，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？我知道。顾逸晨咬咬牙，所以我把我清北的名额给你，这样你可以跟我一起去清华，我们可以。啪！我一巴掌扇在他脸上，办公室里死一般的寂静。沈洛离尖叫一声，冲上来护住顾逸晨。清明姐，你干什么？顾同学是为了你好，为了我好。我气得浑身发抖，他把我当傻子耍，你也把我当傻子。顾逸晨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虚伪，这么恶心？顾逸晨捂着脸，眼神从震惊转为暴怒。许清明，你竟然打我！我打你怎么了？我指着沈洛离，你是不是早就把名额给他了？是不是？他沉默了，这就是答案。我笑起来，笑得眼泪都出来了。原来如此，你把名额给了他，所以我的志愿就必须意外的被改到野鸡学校，这样我就无学可上，只能接受你的施舍，感激涕零的跟你去清华，顺便接受你的小情人。不是的，沈洛离哭道，顾同学是想帮你的。闭嘴！我吼道，你们这对狗男女真让我恶心。我转身就走。许清明，顾逸晨在身后喊，你站住，名额的事还可以商量，你打了人就这么走了？我没有回头，走出办公室，我直接去了校长室。校长听完我的陈述，脸色凝重。苏同学，你有证据吗？教室有监控。我说，虽然电脑屏幕看不清，但沈洛离动我电脑的时间是下午3点15分，那个时间点他应该在教室上课，而不是在我的座位附近路过。另外，我要求查看志愿填报系统的 IP 地址和操作日志，这技术部门需要时间，我可以等。我说，但我要先报警，这是刑事案件，校方无权私下处理。我当着校长的面拨通了110，15分钟后，2名警察来到学校，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校园。当我从校长室出来时，走廊里站满了人，对着我指指点点。听说了吗？许清明报警抓沈洛离，至于吗？不就是点错了吗？有钱人就是狠的理不饶人。顾逸晨真惨，摊上这种疯婆娘。我无视这些声音，径直走向教室。沈洛离正趴在桌子上哭，顾逸晨在旁边安慰他，轻轻拍着他的背，那姿态像极了在保护稀世珍宝。看到我进来，顾逸晨站起身，眼中满是恨意。你满意了？警察把洛离带走调查了，她那么柔弱的女孩，你怎么忍心？我忍心。我看着她，顾逸晨，志愿被改的是我，差点没学可上的也是我，我才是受害者。你搞清楚，你失去的不过是一个志愿。顾逸晨一字一顿，他失去的可能是整个未来。如果留了案底，他这辈子就毁了。这句话像一道雷劈在我头上。我失去的不过是一个志愿，17年的感情换不来他一句公道话，那让他毁吧。我说这是他应得的。我回到最后一排，开始收拾书包。林月冲过来帮我，清明，你疯了？你真要报警？万一查出来真的是他，就是查出来是他，我才要报警。可是顾逸晨会恨死你的。我不在乎了，我把书一本本塞进包里。从今以后，他恨我、爱我，还是恨沈洛离、爱沈洛离，都跟我没关系。我要走了，离开这个地方，离开这些人。你要去哪？美国。我抬起头，看着窗外的天空。我申请了常春藤、SAT 和雅思我都考过了。本来为了顾逸晨，我想留在国内，现在没这个必要了。那叔叔阿姨那边，我会说的。我背起书包，最后看了一眼顾逸晨的背影，他正低头给沈洛离擦眼泪，动作轻柔的像在对待1岁的瓷器。那个动作，他曾经只对我做过。我转身离开，没有再回头。走出校门时，夕阳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。手机响了，是妈妈。清明，我听说了。妈妈的声音带着哭腔。顾家那个混账东西，我们这就去顾家讨说法。妈，我打断他，我想出国。电话那头沉默了。我想去斯坦福或者哥大，我的 offer 已经到了，只是之前一直犹豫。是因为逸晨吗？以前是，现在不是了。我吸了吸鼻子，现在是为了我自己。妈，我想离开这里，去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，重新开始。好，妈妈哽咽着，你想去哪都行，妈妈支持你。顾家那边，爸爸会去退婚，会把事情说清楚。我的女儿不能受这种委屈。谢谢妈。挂断电话，我走进路边一家理发店，剪短。我对理发师说，染成绿色，要最短的那种。
能扎起来就行。理发师愣了一下，美女，你确定你头发这么好？剪了可惜。确定。3个小时后，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短发、闭塞，眼神清亮而陌生，不再是那个死手娃娃亲为了顾逸晨留长发的许清明了。我站起身，付了钱，走进夜色中。身后，理发店的电视正在播放本地新闻。据悉，今年高考理科状元顾逸晨疑似卷入一起志愿篡改纠纷，警方已介入调查。我勾了勾嘴角，拦下一辆出租车去机场。机场候机厅里，我接到了林月的电话。清明，出大事了！他的声音压得很低，透着兴奋。警察查了系统日志，真的是沈洛离干的。他不仅改了你的志愿，还试图把自己的志愿改成清华，但是因为权限问题没成功。所以呢，我看着窗外的飞机起落，心情平静的不像话。所以他是故意的，他就是想毁了你，然后顶替你去清华。现在证据确凿，他已经被拘留了。顾逸晨疯了一样在警察局闹，说要保释他，被赶出来了。哦，你就哦一声。林月急了，你不回来看看吗？看看顾逸晨那副德行，看看沈洛离的下场。不看了，我看着登机口显示的信息，我要登机了。那你们就这么完了？17年的感情，你说放就放？我看着玻璃上自己的倒影，短发利落，眼神坚定。林月，你知道被开水烫过的手，就算好了也会怕热吗？我被烫得太狠了，所以哪怕现在水已经凉了，我也不想再碰了。可是万一他后悔了呢？万一他没有万一。广播响起，通知我的航班开始登机，我要走了。我说，帮我跟班里同学说一声，就说我走了，不回来了。还有，如果顾逸晨来找我，我顿了顿，告诉他这辈子别来见我。挂断电话，我拖着行李箱走向登机口，身后突然传来一阵骚动。清明，许清明，我不用回头都知道是谁。顾逸晨的声音嘶哑，带着喘息，像是跑了很多路。他冲破安检人员的阻拦，朝我奔来。清明，等等，听我解释。我没有停下，甚至加快了脚步。清明，他终于在登机口前抓住了我的手腕。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洛离他骗了我，名额的事我没给他，是他偷看了我的账号密码，志愿的事也是他陷害我。我不知道他会是这种人。我转过身看着他，他瘦了很多，眼睛下面有青黑，头发凌乱，不复往日那个光风霁月的学霸男神模样。所以呢，我问，所以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？他喘着气，我不去清华了，我跟你一起去美国，我去读 MIT， 我去陪你。顾逸晨，我打断他，你现在知道他是骗子，知道他偷看你的密码了？对，警方查出来了，他有前科，他在老家就骗过很多人。那你之前为什么不信我？我看着他的眼睛，当我告诉你他改了我志愿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不信？当你看着他坐在我座位上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不说那是我的位置？当你为了他指责我恶毒的时候，你的判断力去哪了？顾逸晨张了张嘴，说不出话来，因为你喜欢他。我说，或者说你喜欢的是那种被需要、被仰望的感觉。沈洛离他可怜、柔弱、无助，他满足了你的保护欲和虚荣心，而我太独立、太骄傲、太不需要你拯救，所以你觉得我不值得被爱？不是的。他慌乱地摇头，我只是被蒙蔽了，不重要了。我挣开他的手，从包里掏出那枚订婚戒指，那是去年他母亲给我的，顾家传了3代的翡翠戒指。我把戒指塞进他手里，还给你。清明，他的眼泪掉下来，别这样，求你。顾逸晨，我最后一次叫他的名字。我曾以为你是我的一生，但现在我明白了，你只是我生命中的一个教训。教训我不要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，教训我不要因为习惯而误以为那是爱情。所以谢谢你给我上的这一课。我后退一步，学费很昂贵，但我付得起。祝你以后前程似锦。我转身走进登机口，没有再回头。身后传来顾逸晨撕心裂肺的喊声，被机场的广播淹没。飞机起飞，城市在脚下变得越来越小，直到变成一片模糊的光点。我戴上眼罩，强迫自己入睡。梦里，我回到了3岁那年。小小的顾逸晨抓着我的手指，奶声奶气地说：“明明，以后我保护你。”我笑着抽回手，不用了，我自己可以。醒来时，窗外是太平洋的晨曦，金色的阳光洒进来，照在我栗色的短发上。新的世界开始了。美国的第1夜，我是在机场附近的廉价旅馆度过的，60美金1晚的房间，地毯上有可疑的污渍。床单带着一股霉味，我抱着背包坐在床上，看着窗外的异国夜色，突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来这里。凌晨3点，我终于忍不住哭了出来，不是为顾逸晨，是为我自己，为我那被改掉的志愿，为那17年的错付，为我不得不逃离的狼狈。哭完，我洗了把脸，打开电脑，斯坦福的 offer 在邮箱里躺着，全额奖学金，但我需要打工赚生活费，需要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活下去。天一亮，我就去了学校报道。国际学生处的老师是个胖胖的黑人女士，名叫玛格丽特。她看着我的材料，惊讶地吹了声口哨。全额奖学金，女孩，你是个天才，谢谢，但你看起来很累。她关切地看着我，你还好吗？我很好，我挤出一个微笑，只是时差。她递给我一串钥匙，宿舍在第7街区，但考虑到你的经济状况，我建议你申请校内工作，图书馆、食堂都在招人。我道谢，拖着行李去找宿舍。宿舍是双人间，我的室友是个来自韩国的女孩，名叫金秀妍，她正在化妆，看到我时愣了一下。你是中国人？是的。哇，你的头发好酷。她夸张地赞叹，是染的吗？是的，看起来很不好惹。她笑着说，我喜欢，以后我们就是战友了。中国人和韩国人一起对抗这个疯狂的美国。我勉强笑了笑，开始收拾床铺。接下来的1周，我像个陀螺一样旋转，白天上课，晚上在图书馆打工，周末还要准备各种资格考试。我的英语在纸面上很好，但口语交流依然是灾难。有次在食堂，我想买一份沙拉，却因为听不懂员工的俚语，最后被后面排队的人不耐烦地推开。滚开，亚洲佬！那个白人男生骂道。不会说英语就滚回你的国家。我站在那里，浑身发抖，却一句话
话都说不出来。那一刻，我无比想念顾逸晨，如果他在这里，他会帮我骂回去，会护在我身前，会说我的人你们也敢动。然后我想起顾逸晨已经不存在了，现在的许清明必须自己骂回去。你说什么？我转过身盯着那个白人男生再说一遍。他显然没想到我敢回嘴，愣了一下。我说滚回你的！我听得懂英语。我用流利的带着怒意的英语打断他。我也听得懂种族歧视，像你这样的垃圾只敢在食堂欺负女生，有种你去橄榄球队说这种话。他的脸涨红了，周围有人开始鼓掌。我转身离开，心跳快得像要冲出胸腔，但我很爽，这是我来美国后第一次感觉到自己还活着。1个月后，我基本适应了这边的生活，我的成绩很好，经济学教授特别欣赏我，推荐我去参加一个投行实习的面试。金秀妍成了我在美国最好的朋友，他教我韩语，我教他中文，我们一起吐槽美国食物，一起在深夜泡面。清明有天晚上，他突然问我，你来美国是不是为了逃避什么？我正在看财经新闻，闻言手一顿，为什么这么问？因为你从来不提过去。他坐到我旁边，而且你看人的眼神像是在防备全世界。我有个姐姐，她遭遇过很糟糕的事，也是这种眼神。我看着她，突然很想倾诉，于是我告诉了她顾逸晨，告诉了她沈洛黎，告诉了那场狼狈的逃离。金秀妍听完沉默了很久，所以她说那个顾什么的，她现在还在中国等你。不知道，我摇头，可能吧，但那不重要了。如果他真的在等呢？如果他真的后悔了，要来美国找你呢？我笑了笑，秀妍，你见过被车撞过的人吗？就算伤好了，他看到车还是会害怕。我对顾逸晨就是这种害怕，不是恨，不是爱，是害怕。我明白了，他拍拍我的肩，那你就在这里重新开始吧，做一个让那2个混蛋后悔死的超级女强人。正有此意，半年后，我拿到了高盛的实习 offer。与此同时，我从林月那里听说了国内的消息，沈洛黎的案子判了，因为恶意篡改他人志愿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，判处有期徒刑1年，缓刑2年。他的高考移民身份也被曝光，原来他根本不是贫困生，他父亲在老家开了煤矿，他装穷只是为了博取同情。而顾逸晨，据说他最终没有上清华，他去了本地一所普通大学，整个人变得很颓废，经常酗酒。听到这些，我心里没有任何波动，就像听一个陌生人的八卦。清明，林月在电话里说，顾逸晨问我要你的地址，他想给你写信，我给吗？不给。他说他知道错了，他想赎罪。林月，我打断他，如果你给他我的地址，我们就绝交。他沉默了一会儿，好，我知道了。挂断电话，我继续看报表。华尔街的凌晨，灯火通明，我在这里已经是一个小小的传奇。那个需要顾逸晨保护的许清明死了，活着的是打不死的许清明。2年后，我硕士毕业，站在纽交所的大厅里，看着满屏的红色数字跳动。这2年，我像海绵一样吸收知识，像赌徒一样抓住机会，从高盛的实习生到正式分析师，再到现在的项目经理，我经手的案子越来越大，见过的世面越来越广。金秀妍坐在我旁边，她现在是我的同事。清明，她突然说，你爸的公司出事了。我一愣，什么？我刚看到国内新闻。她把手机递给我，你爸的建筑公司资金链断裂，欠了银行3000万，可能要破产。我盯着屏幕，脑袋嗡嗡作响。3000万对我现在来说是2年的年薪，但对父亲的公司那是救命钱。我立刻拨通妈妈的电话，妈，我看到新闻了，是真的吗？电话那头，妈妈的声音带着哭腔，清明，你别担心，爸爸妈妈会想办法的。需要多少钱？至少3000万缺口，银行催得紧，要是这周填不上，就要申请破产清算了。我闭上眼，3000万，我手里有50万美金的积蓄，折合人民币300多万，还差2700万。妈，给我3天时间。清明，你别冲动，这不是小数目。我知道。我挂断电话，开始翻通讯录。华尔街的朋友能借的都借了，大家刚工作，谁也没这么多现金。国内的同学更是杯水车薪。最后，我的手指停在一个名字上，顾逸晨。我已经2年没和他说过话了，但据我所知，顾家这2年生意做得很大，3000万对他们来说应该不是问题。我在对话框里打字又删掉，打字又删掉，最后我拨通了那个尘封2年的号码，响了很久，久到我以为他不会接。清明，他的声音传来，沙哑、疲惫，但带着压抑的惊喜。是你吗？是我。我深吸一口气，顾逸晨，我需要3000万。电话那头沉默了，借我。我说我会还，按华尔街的利率写欠条，做公证，2年内还清。你在哪？他没有问为什么，也没有问用途。纽约，我来找你。不用，我拒绝，你直接打给我就行，账号我发你。清明，他的声音低了下去，让我见你一面就一面，钱的事好说，但我想看看你，没必要。如果你不见我，他顿了顿，我就不借。我攥紧手机，baby，但他知道我不会拒绝，为了父母，我什么都能做。好，我说明天下午3点，时代广场纳斯达克大屏下，你只有15分钟，我订今晚的机票。挂断电话，金秀妍担忧地看着我，是那个渣男？你要去见他？为了钱？我说只是交易。清明，他拉住我的手，别被他骗了，男人这种时候最会演戏。我知道，我看着窗外的纽约夜景，我不会再信他了，永远不会。第2天下午，我提前半小时到了时代广场，纳斯达克大屏上滚动着各种广告，人群熙熙攘攘。我站在大屏下，穿着剪裁利落的黑色西装，短发比2年前更短了，染成了冷棕色。2点50分，我看到了顾逸晨，他瘦了，憔悴了，但依旧是人群中醒目的存在。他穿着风衣，在人群中张望，看到我的瞬间，眼睛亮了起来。清明，
他跑过来想抱我，被我侧身躲开。钱带来了吗？我问。他愣了一下，笑容僵在脸上。带来了，账号给我，我现在就转。我把账号写在纸条上递给他，他操作手机。很快，我收到银行通知，3000万人民币已到账。收到了，我说欠条我会 email 给你，利息按年化8%计算，2年到期。如果提前还款，按实际天数计息。清明，他抓住我的手腕，我们能不能不谈钱？不谈钱谈什么？我抽回手，谈你当年怎么护着沈洛黎，谈你怎么让我滚去后排，还是谈你是怎么让我一个人孤零零来美国的？我错了。他的眼眶红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沈洛黎他骗了我，他根本不是什么贫困生，他偷了我的密码。他一切都是设计好的，我知道，我打断他，林月都告诉我了。所以呢，所以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？他声音颤抖。我现在有钱有地位，我能给你想要的一切，我们重新开始，好不好？我看着他的眼睛，那双眼睛曾经盛满星光，曾经只属于我，现在里面满是悔恨和哀求，但我只觉得陌生。顾逸晨，我说你错过了什么？你错过我了，不是错过了一次机会，是错过了整个人生。我后退一步，钱我会还你，谢谢你这次帮忙，我欠你一个人情，但仅此而已。清明，他在身后喊，我等你，我可以等你多久都行。我没有回头，人潮汹涌，我汇入人流，消失在纽约的街头。身后顾逸晨的喊声被警笛声淹没。我知道这次是真的结束了。钱到账后，我立刻转给了爸爸。1周后，妈妈打电话来说公司保住了，爸爸正在重组业务，情况在好转。清明，妈妈犹豫着说，顾家那孩子，他回国后整个人都变了，听说他在时代广场等了你3天，每天都站在那个大屏下等到深夜，最后是他爸派人把他绑回去的。他爸妈来家里拜访过，想重提婚事。妈，我打断他，我有男朋友了。电话那头沉默了，是美国人，是中国人。我看着厨房里正在煮泡面的身影，是我学长，叫江宇，我们在同一个项目组，他对我很好，这不是谎话。江宇确实在追求我，从我进高盛开始，他就注意到我了。他是 VP， 比我大3岁，斯坦福本科，哈佛 MBA， 典型的精英，但没有精英的傲慢。他知道我的过去，因为某次加班我喝醉了，把什么都告诉他了。他没有像别人那样说那家伙真混蛋或者你太可怜了，他只是静静的听着，然后说谢谢你信任我。从那以后，他开始频繁出现在我的生活里，早上帮我带咖啡，晚上加班陪我打车，周末拉我去中央公园跑步。他不急不躁，就像温水煮青蛙。等我反应过来时，已经习惯了他的存在。清明，上周他送我回家时，突然说我喜欢你，不是因为你的聪明或者漂亮，是因为你摔倒的时候不喊疼，站起来还要跑，这种生命力很动人。我可能还没准备好，我说我过去，我知道。他打断我，我不逼你，我只是想让你知道，当你准备好的时候，我在这里。如果你一直准备不好，那我就一直等。比起顾逸晨那种轰轰烈烈的占有式的爱，江宇的爱是安静的、包容的、尊重边界，这种爱让我安心。清明，妈妈在电话里叫我，你在听吗？在听。我回过神，妈。江宇对我真的很好，下个月我要回国一趟，处理一些事情，到时候我会带他回去见你们。好，妈妈叹了口气，只要你幸福，妈妈就高兴。顾家那边我会回绝的，谢谢妈。挂断电话，江宇端着2碗泡面走出来，再打电话。跟我妈，我接过泡面，下个月我想回国，你要一起吗？他眼睛一亮，见家长，见家长。我笑了笑，还有处理一些旧账。他点点头，没有多问。这就是江宇的好，他从不刨根问底，永远给我空间。1个月后，我们坐上了回国的航班。商务舱里，江宇在处理邮件，我在看项目报告，这是我们相处的常态，各自忙碌，但彼此陪伴。清明，他突然说，这次回国如果遇到那个顾什么的，需要我做什么吗？不用。我说，你只需要站在我旁边就行。明白。他握住我的手，工具人男友，随叫随到。我笑着靠在他肩上。飞机降落在首都机场时，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熟悉的空气，熟悉的天空，但一切都不同了。出口处，我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，顾逸晨。他穿着褐色的大衣，手里拿着一束花，眼神焦灼地在人群中搜索。当他看到我时，眼睛瞬间亮了。然后他看到了我身边的江宇，看到了我们交握的手，看到了我无名指上那枚简单的钻戒。那是上飞机前江宇给我戴上的，不是求婚。他说带着它省得麻烦。现在看来，确实有先见之明。顾逸晨的脸色瞬间惨白，他朝我走来，脚步虚浮，像是踩在棉花上。清明，他声音嘶哑，你回来了。我平静地说，介绍一下，这是我未婚夫江宇，这是顾逸晨，我以前的朋友。江宇伸出手，彬彬有礼，你好，常听清明提起你。顾逸晨没有握手，他盯着那枚钻戒，像是要把它烧穿。你结婚了？他问。准备中。我说年底办婚礼，到时候如果顾总赏脸，可以来喝杯喜酒。许清明，他突然抓住我的肩膀，你不能这样，你不能这么快就我们分开才2年，你就让别人。顾逸晨，我挣开他，我们分开2年了730天，你凭什么觉得我该为你守寡？可我一直在等你。他吼道，眼眶通红，我每天都在等你，我拒绝了所有联姻，我拼命工作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配得上你。你怎么能就这么嫁了？机场人来人往，已经有人朝这边张望，我不想成为八卦头条。顾逸晨，我压低声音，你听好，第一，我从来没让你等我第2，配得上配不上从来不是你说了算，是我自己第3。江宇比你强1万倍，因为他
知道尊重我，而不是把我当附属品。你说谎。他指着江宇，你根本不爱他，你只是为了气我，气你。我笑了，你太把自己当回事了。顾逸晨，我之所以站在这里跟你说话，是看在那3000万的份上，钱我已经还了一半，剩下的一半年底结清还清之后，我希望我们永不再见。我拉起行李箱，挽住江宇的手臂。对了，我回头，沈洛离出狱了吧？听说他现在在你家公司做前台，你还真是念旧情。顾逸晨脸色一变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只是不重要了。我转身离开，走出很远，我还能感觉到他的目光像实质一样定在我背上，但我没有回头，一次都没有。回国的1周，我忙得脚不沾地，帮爸爸重组公司、见客户、处理债务，同时还要准备婚礼的相关事宜。江宇全程陪同，他虽然是金融背景，但在商业谈判上很有一套，帮我爸爸谈成了2个大单子。爸爸对他赞不绝口。清明有天晚上，爸爸把我叫到书房，江宇这孩子靠谱，比顾家那个强太多了。爸，别提他了。好，不提。爸爸叹气，就是觉得可惜你们从小一起长大，我们2家爱，缘分尽了就尽了。江宇对你好，爸爸看得出来，他是真心的。婚礼打算怎么办？简单办。我说就在美国，请一些朋友，国内这边我们打算办一场答谢宴，不请媒体，不铺张。好，爸爸点头。杜依妮，只要你幸福，比什么都强。从书房出来，江宇在客厅等我。聊完了，他问，有个事想跟你说。他表情有些严肃。我今天接到一个奇怪的电话，是顾逸晨的助理打来的。他说顾逸晨要把那笔3000万的债务转为对你们公司的股权投资。我皱眉，什么意思？意思是他不想你还钱了，他想成为你爸公司的股东。江宇看着我，这样他就有正当理由长期介入你们家的生意，而且作为股东，他有权参加任何重要会议，包括婚礼。我攥紧拳头卑鄙，他果然还是老样子，得不到就强取，强取不了就纠缠，不能让他入股。我说哪怕去借高利贷，也要把钱还清。我已经在处理了。江宇说，我再联系一家私募基金，他们可以接手这笔债务，利率稍微高一点，但总比让顾逸晨插进来好。江宇，不用谢。他摸摸我的头，你的敌人就是我的敌人，虽然我更希望你没有敌人，只有快乐。我靠在他肩上，突然觉得很累。我以为2年过去，顾逸晨会成长，会学会放手，没想到他变本加厉，从情感绑架升级到经济绑架。清明，江宇突然说，如果他想闹，让他闹，我们行得正坐得直，不怕他，但如果他敢伤害你，他的声音冷下来，我不会放过他。我看着江宇，这个平时温文尔雅的男人，此刻眼中闪烁着危险的光芒。我突然意识到，江宇不是软柿子，他能在华尔街做到 VP， 靠的不只是学历，还有手段，只是他从来不对我用手段。谢谢你，我说，有你在，我什么都不怕。答谢宴定在周6晚上，地点在本市最顶级的酒店，只请了3桌客人，都是至亲好友。我想低调处理，但消息还是不胫而走。宴会厅门口，我穿着简单的白色礼服，和江宇一起迎宾。然后我看到了顾逸晨，他没有请柬，但他是强行闯进来的。保安拦着他，他在大厅里喊：“清明，我要见你。”宾客们开始窃窃私语。我爸脸色铁青，示意保安把他赶出去，让他进来。我突然说，所有人都看着我，让他进来。我重复道，有些话是时候说清楚了。顾逸晨被放了进来，他穿着西装，但领带歪了，眼睛血红，显然是喝了酒。清明，他走到我面前，你不能嫁给他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爱你，我一直爱你。这2年我每天都在后悔，后悔当初瞎了眼，后悔被沈洛离那个贱人骗。够了，我打断他。顾逸晨，这里是我的订婚宴，我最后给你留点体面，请你离开。我不走。他突然跪下，清明，我求你了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把顾家的一切都给你。我入赘，我给你当牛做马。全场哗然。江宇上前一步，挡在我身前。顾先生，请注意你的言行，你现在的行为已经构成骚扰，你算什么东西？顾逸晨猛地站起来，指着江宇，你不过是趁虚而入，你根本不了解清明，你不知道他喜欢吃什么，不知道他怕打雷，不知道他做噩梦要人陪，这些只有我知道。你说的对。江宇平静地说，我确实还不知道他怕打雷，但我知道尊重他的选择，知道不让他难堪，知道在公共场合给他面子，而这些你一样都做不到。你。顾逸晨挥拳朝江宇打去，江宇侧身躲过，反手一记勾拳打在顾逸晨腹部。顾逸晨弯下腰，痛苦地捂住肚子。这一拳是替清明打的。江宇说，为他那被改掉的志愿，为他那17年的错付，为他这2年来在美国流的每一滴眼泪。他整理了一下袖口，保安，请这位先生出去，如果他在闹事，报警。保安架起顾逸晨往外拖，他挣扎着回头看我，眼中满是绝望。清明，你看看我，我改了，我真的改了，你给我一次机会。我看着他，心中最后一点涟漪也平息了。顾逸晨，我说，你改不改跟我没关系了，我的未来没有你。他被拖了出去，嘶吼声渐渐远去。宴会厅里一片寂静，我深吸一口气，拿起酒杯，不好意思，让大家见笑了一点小插曲，不影响我们继续来。我敬大家一杯，感谢各位来参加我们的订婚宴。宾客们愣了一下，随即纷纷举杯，气氛重新热络起来。江宇握住我的手，低声说，没事吧？没事。我笑了笑，彻底了断了。挺好的。那今晚，他眨眨眼，能不能给我讲讲你怕打雷的事？看你表现。我们相视而笑。窗外城市的灯火璀璨，我知道真正的幸福就在前方。订婚宴后的第3天，我接到了沈洛离的电话，看到那个名字，我差点以为是诈骗，但号码确实是国内的，而且他知道我的私人号码。清明姐，他的声音很沙哑，不复当年的软糯。能见一面吗？我觉得没必要，我有东西要给你。他说，关于顾逸晨的事，关于2年前志愿被改的真相的一部分，你可能还不知道。我沉默了几秒，哪里见？就在你酒店楼下的咖啡厅，我等你。半小时后，我坐在咖啡厅的角落，看着对面的沈洛离，他变了很多，不再是那个穿着发白校服、楚楚可怜的小白花了，他穿着廉价的职业装，脸上带着疲惫的妆容，眼神里有种破釜沉舟的决绝。说吧，我看
看了看表，我只有1个小时。他从包里拿出一个 U 盘，这里面有当年的聊天记录，我和顾一晨的。我不感兴趣，你感兴趣？他把 U 盘推过来，因为这里面证明了一件事，当年改你志愿不只是我一个人的主意。我心头一震，什么意思？意思是他笑了笑，那笑容很苦涩。顾一晨是知情的，或者说是他暗示我这么做的。不可能，你看过就知道了。他说，当时我问他，如果许清明去不了清华，会不会恨你？他说，恨就恨吧，恨也是一种记住，只要他记住我就够了。我感觉血液在倒流。他那时候已经在动摇了。沈洛离继续说，他想要你，但也想要我，他想两全其美，想让你去一个普通学校，变得普通一点，这样他就不会觉得配不上你，而我只需要一点点爱意就能满足，这是他的想法。虽然他没明说，我攥紧 U 盘，你为什么现在告诉我这些？因为我恨他。沈洛离眼中闪过恨意，我为他坐牢，为他身败名裂，以为他会等我，结果我出来后发现，他只给我安排了一个前台的工作，还动不动就拿你欠清明的来压我，受够了。而且他站起身，我觉得你应该知道真相，你不是输给了一个贫困省，你是输给了一个又当又立的渣男。他既想要白月光的高洁，又想要朱砂痣的热烈，他谁都不爱，只爱他自己。他转身离开，到门口时又回头。对了，那个 U 盘里的东西我已经备份寄给媒体了，明天顾一晨就会上头条，就当是我送给你的新婚礼物。他走了，我握着那个 U 盘，手在发抖。江宇找到我时，我还坐在咖啡厅里发呆。清明，沈洛离跟你说了什么？我把 U 盘给他，帮我看看。他插到电脑上，打开文件，里面是2年前的聊天记录，顾一晨和沈洛离的。沈洛离，如果清明姐去不了清华，他会不会很伤心？顾一晨，他会难过一阵子，但我会陪着他。沈洛离，可是那样对他不公平。顾一晨，这个世界本来就没有公平，他太优秀了，优秀到我觉得追不上，如果他稍微平庸一点，或许我就能配得上他了。沈洛离，那我可以改他的志愿吗？改成普通一本。顾一晨，别太过分，别让他没学上就行。沈洛离，我明白了，我看完只觉得恶心。原来如此，原来从一开始他就是默许的，他甚至希望我被拉下来，拉到一个他能平视的高度。这不是爱，这是最自私的占有欲。清明，江宇合上电脑，你想怎么做？把这些公开。我说，让所有人看看高考状元顾一晨到底是什么货色。好，江宇说，我帮你联系媒体，但你要有心理准备，这会引起轩然大波。我不怕。我说，这一次我要让他身败名裂。第2天，顾一晨默许篡改志愿的词条冲上了热搜第1，舆论炸了。原本还在同情顾一晨、骂沈洛离的网友，发现自己被耍了，原来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是那个看起来光风霁月的学霸男神。卧槽，反转了，原来顾一晨才是幕后黑手。细思极恐，他想让女朋友变平庸来配得上自己，这是什么破恶大师？沈洛离虽然可恶，但至少坦白了顾一晨又当又立，恶心。许清明太惨了，被这对狗男女联手坑了。还好许清明去了美国，现在斯坦福硕士，高盛精英，吊打顾一晨。顾氏集团的股价暴跌，顾一晨的父亲紧急召开新闻发布会，宣布与顾一晨断绝父子关系，将其逐出家族企业。顾一晨本人据说在家里酗酒，已经3天没出门了。我看着这些新闻，心中没有快意，只有平静。终于真相大白，终于沉冤得雪，但我不需要道歉了，也不需要赔偿我要的，只是彻底的了断。1周后，我和江宇飞回纽约，临行前，妈妈告诉我顾一晨来过家里，跪在门口求见我一面，我没让他进。妈妈说他跪了3个小时，最后晕倒了，被救护车拉走的。清明，你妈，我看着窗外的云朵，我曾经想过，如果他当初真的只是被蒙蔽，如果他没有默许那一切，或许我们还有挽回的余地。但现在我明白了，有些人从一开始就是烂掉的。你说的对，妈妈叹气。江宇那孩子今天来跟我们提亲了，他说想年底就办婚礼，问我们有什么要求，你怎么说？我说只要我女儿点头，我们没意见。我笑了，那我点头了。回到纽约后，生活重新步入正轨，婚礼的筹备开始了。江宇坚持要给我一个盛大的婚礼，尽管我说简单就好，你值得最好的。他说不只是为了证明给顾一晨看，是为了庆祝你的新生。婚礼定在圣诞节那天，纽约下了大雪，我站在教堂里，穿着洁白的婚纱，看着江宇向我走来，他眼中满是爱意和珍视。当牧师问你愿意吗时，我大声说我愿意。这一次没有娃娃亲，没有2家大人的约定，只有我自己的选择。我愿意嫁给江宇，不是因为习惯，不是因为感动，是因为我爱他，因为他让我明白真正的爱情不是占有，不是控制，不是拉低对方来成全自己，而是并肩站立，互相成就。婚礼结束后，我扔捧花时接到了林月的电话。清明，你看新闻了吗？顾一晨他怎么了？他在你的婚礼进行时，在你们高中天台跳楼了，没死，但双腿粉碎性骨折，这辈子都站不起来了。我愣住了。还有，林月声音颤抖，他在跳之前在网上发了一封遗书，说是写给你的。我沉默了很久。清明，你还好吗？我很好。我说把遗书链接发我会看，但不会影响我的蜜月。挂断电话，江宇走过来，怎么了？顾一晨跳楼了。我平静地说没死，残了。江宇皱眉，需要回去吗？不，我挽住他的手臂。我们的蜜月是去冰岛看极光，机票都订好了，谁也不准改行程。他看了我几秒，笑了。好，不敢让他自己处理自己的烂摊子吧。我们坐上飞往雷克雅未克的飞机，飞机起飞时，我打开手机看了那封遗书，很长很痛，字字泣血。他说他从3岁起就爱我，说沈洛离的出现让他迷失了，说他最大的错误是试图折断我的翅膀来留住我。最后他说，清明，祝你幸福，真心的，我这辈子配不上你，下辈子我会学会怎么正确的去爱一个人。我看完，关掉页面，删除了链接，然后握住江宇的手。看完了，他问，难过吗？不难过。我说只是遗憾他明白的太晚，遗憾他用了最极端的方式结束，那也是
他的选择。江宇说，而你选择了向前看，这很好。我靠在他肩上，看着窗外的云海。是的，我选择了向前看。从此往后，我的人生只有坦途。那些伤害过我的人，那些痛苦的事，都将成为过去。而未来，我会和江宇一起书写新的故事，一个关于成长、关于救赎、关于真正爱情的故事。冰岛蜜月结束后的第3个月，我收到了一封来自国内的律师函。拆开信封时，我正在江宇新买的公寓里整理书架，纽约的春日阳光透过落地窗洒进来，在地板上投下斑驳的光影。律师函的内容让我皱起了眉。顾一晨起诉了我，理由是恶意引导舆论，导致其社会性死亡及人身伤害，索赔金额高达5000万。随函附带的还有一份医疗报告。顾一晨从高中天台跳下后，确实造成了高位截瘫，下半生都需要依靠轮椅生活。报告里详细描述了他的精神痛苦和生活质量严重下降。荒谬！我把文件扔在茶几上，手却在微微发抖。江宇下班回来，看到我的脸色，立刻走过来。怎么了？我把律师函递给他，他快速浏览了一遍，眉头越皱越紧。这案子不可能，您沈洛黎提供的证据是真实的，舆论发酵是公众自发行为，与他跳楼之间没有直接因果关系。这律师函更像是一种骚扰。他知道我不会应诉，我说他知道我在美国，跨国官司好时好利，他就是想恶心我，想让我不得安宁。江宇沉思片刻，交给我处理。我有认识的中国律师，可以发一封警告函回去，如果他再骚扰你，我们可以反诉他诽谤和滥用司法资源。我靠在沙发上，突然觉得很疲惫，以为已经结束的战争，原来还有余波，以为已经埋掉的过去，还在试图破土而出。清明，江宇坐到我身边，握住我的手，要不要回去一趟，彻底解决这件事？回去？对，他看着我，回去见见他，当面做个了断。我陪你去，只有彻底面对过去，你才能真正摆脱他。我沉默了。回去，回到那个城市，那个充满噩梦的地方。我害怕，我诚实地说，我怕见到他，怕听到他的声音，怕那些回忆又涌上来。我会陪着你。江宇说，每一步如果你不想见他，就由我来谈，但你必须让他明白，你已经不是那个任他摆布的许清明了。我想了很久，最终点了点头。1周后，我们飞回了国内。这次回来，我没有告诉任何人，除了父母。机场出口处，我看到一个意想不到的人，林月。她比2年前成熟了许多，穿着干练的职业装，手里举着一块牌子，接许清明女士。林月，她看到我，扑上来抱住我。清明，我想死你了，你怎么知道我要来？江宇告诉我的。他眨眨眼，他说你需要一个娘家人撑腰，我义不容辞。我心里一暖，看向江宇，他正微笑着帮我拿行李。这个男人的周到总是体现在细节里。酒店安顿好后，林月告诉我们最新的情况。顾一晨现在住在康复中心，他说他爸妈确实跟他断绝关系了，但他妈偷偷给他请了护工，他整个人变化很大，不是变好，是变得阴郁。听说他经常对着你的照片发呆，一呆就是几个小时。沈洛黎呢？走了。林月说，他把 U 盘给你之后就离开了这座城市。有人说他去南方打工了，也有人说他出国了。总之，消失在所有人的视线里。那顾氏集团呢？元气大伤，但还在他爸把顾一晨的股份都稀释了，转给了其他股东。现在顾一晨除了那套康复中心一无所有。我点点头，明天我要去见他，最后一面。康复中心在城郊，环境倒是很清幽。顾一晨的病房在顶层，单人套房，看得出来顾家虽然断绝了关系，但在物质上并没有完全苛待他。我推门进去时，他正在窗边，坐在轮椅上，背对着我，看着窗外的树。听到声音，他转动轮椅，看到我时，眼睛瞬间亮了。清明，他的声音很沙哑，像是很久没有说话人瘦的脱了形。曾经意气风发的少年，如今像个枯槁的老人。我来了，我站在门口，没有靠近。如你所愿，现在把诉状撤了，我只是想见你。他推着轮椅想靠近我，我只有这个办法能让你回来。你的办法就是起诉我5000万。我冷笑，顾一晨，你还是这么自私，从来没有变过。我变了，我真的变了。他激动起来，我每天在这里反思，我想通了，我知道我错在哪了。你错在哪？我不该试图控制你，不该默许沈洛黎改致远，不该用爱当借口伤害你。他的眼泪流下来。可是我太害怕了，你那么优秀，越来越优秀，而我除了成绩什么都没有。我怕你飞得太高，我追不上，所以我想把你拉下来。这就是你的反思。我打断他，还是在为你的卑劣找借口。他愣住了。顾一晨，我走近几步，居高临下的看着他。你最大的错误不是试图控制我，而是从来没有尊重过我。你把我当成你的附属品，你的战利品，你的私有物。你从来没有问过我想要什么，你觉得你给我的就是好的。这种爱不是爱，是牢笼。我不是，你是。我拿出那份律师函，撕成2半，这是最后一次，撤诉或者我反诉。你知道我现在有这个能力。江宇的律所足以让你这辈子都还不清诉讼费。提到江宇，顾一晨的脸扭曲了。他对你好吗？很好。我说，比你想象的好1000倍。他会支持我的决定，而不是替我决定。他会为我高兴，而不是嫉妒我的成就。这就是区别。那我呢？他绝望地问。我怎么办？我这辈子就这样了，坐在轮椅上，看着你幸福。你可以看着。我说，这是你应得的。你可以选择继续仇恨，继续纠缠，那样的话你只会更痛苦。或者你也可以选择学着做一个普通人，不把我的幸福当成你的不幸。我转身走向门口。清明，他在身后喊，如果当年我没有默许那件事，如果我真的只是被蒙蔽，你会原谅我吗？我停下脚步，没有回头。不会。我说，因为伤害已经造成了，但有些伤害是可以被时间冲淡的。可惜你选择了让伤害变得更深。我们真的没可能了吗？从来没有我们。我推开门，只有我和你，以前是，以后也是。我走出去，江宇在走廊等我，他什么也没问，只是揽住我的肩。还好吗？还好。我说，彻底结束了。身后病房里传来压抑的哭声。我没有回头。有些路只能一个人走，有些错只能一个人承担。回国的1周，我处理了所有遗留问题。顾一晨撤诉了，在江宇律师团的强大压力下，
他别无选择。同时，我还拿到了他的一份书面承诺，承诺永不再骚扰我，否则将面临巨额赔偿。我爸的公司彻底走上了正轨，江宇帮他引入了几个国外的合作项目，业务量翻了一番。爸爸看江宇的眼神已经从满意变成了崇拜。清明临走前一晚，妈妈拉着我的手，妈妈以前总觉得知根知底的最好，现在才明白，门当户对不是最重要的，重要的是那个人能不能让你开心。江宇让我很开心，我说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开心，是踏实安心的开心，那就好。妈妈抹着眼泪，以后常回来，不管飞多远，这里永远是你的家。我知道，回到纽约后，生活重新归于平静。我和江宇在曼哈顿买了一套小公寓，开始了真正的婚后生活，每天一起上班，一起下班，周末去中央公园跑步，或者去博物馆看展，平淡但幸福。1年后，我升职为董事总经理，成为高盛最年轻的女 MD 之一。庆功宴上，我喝了不少酒。回到家，江宇扶我躺下，给我煮了醒酒汤。江宇，我拉着他，我们要个孩子吧。他愣了一下，随即笑了。你确定？你现在正是事业上升期，就是因为事业好才要孩子。我说，我想让他看看他的妈妈有多厉害，也想让他知道什么样的爱情才是对的。好，他吻了吻我的额头，听你的。3个月后，我怀孕了，孕期反应很大，但我坚持工作到生产前1个月。生下女儿那天，纽约下着大雨，江宇抱着那个小小的襁褓，眼眶红了。他真像你，哪里像？这里，他指了指心口，强大的心脏。刚才护士说他心率特别稳，一点也不怕这个新世界。我笑了，看着女儿皱巴巴的小脸，那是希望，是新生，是未来的无限可能。女儿取名叫江念安，念是记得，安是平安，记得过去的苦难，珍惜现在的平安。5年后，江念安4岁了，是个古灵精怪的小姑娘。她继承了我和江宇的优点，聪明、独立，带着点小小的骄傲。这周末，我们带她回国看爷爷奶奶。飞机降落时，念安趴在窗户上，妈妈，这就是你的老家吗？是的，我摸着她的头，妈妈在这里长大。那爸爸呢？爸爸在另一个地方长大。江宇笑着说，但我们在这里相遇，然后有了你。那你们什么时候相遇的？念安好奇地问。我和江宇对视一眼，笑了。在一个妈妈很伤心的地方，我说，爸爸出现了，把妈妈就走了。象棋士做公主吗？对，象棋士做公主。回到老家，一切都很熟悉，又有点陌生。城市变大了，高楼变多了，但那条我走过无数次的街道还在，那家我剪短发的理发店还开着，只是装修焕然一新。爸爸和妈妈老了，但精神很好，他们围着念安转，笑得合不拢嘴。清明有天晚上，爸爸突然说，顾家那孩子上个月去世了。我一怔，自杀。爸爸叹气，在康复中心吞了大量安眠药，发现的时候已经晚了。听说他留了遗书，只写了一句话，什么对不起，还有我终于学会放手了。我沉默了很长时间。江宇握着我的手，去送他吗？爸爸问。不去了。我说已经结束了。是的，结束了，彻底结束了。那个3岁抓我手的男孩，那个为我考750分的少年，那个让我心碎的男人，最终选择了以最决绝的方式离开。这不是我的错，也不是我的责任，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。妈妈，念安跑过来，手里拿着一朵花，给你。我接过花，抱起女儿，谢谢宝贝，我们明天去游乐园好不好？好爷。看着女儿的笑脸，我突然觉得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那些伤痛让我成长，那些背叛让我清醒，而江宇的出现让我知道世界还是美好的，这就够了。又过了10年，江念安14岁了，正在准备中考，他成绩很好，像当年的我一样，但他比我自信，比我开朗，因为他从不需要通过别人的认可来证明自己。这10年里，我偶尔会听到顾家的消息，顾逸晨的父亲在他死后几年也病逝了，顾氏集团被并购，彻底消失在商业版图上。而沈洛黎据说在南方某小城开了一家小店，过上了普通人的生活。他终身未嫁，也没有再联系过我。那些曾经纠缠不清的人，最终都化作了尘埃，而我依然在前行。40岁那年，我成为了高盛亚太区的合伙人，江宇也创立了自己的对冲基金，管理规模上百亿。我们在纽约、上海、伦敦都有家，但每年一定回一趟老家。老家的那条街道上建了一所希望小学，是我捐建的。学校的名字叫晚州小学，取意是晚州已过万重山。开学典礼那天，我站在台上，看着下面孩子们清澈的双眼。孩子们，我说，我想告诉你们一个道理，人生会遇到很多挫折，会有很多人试图定义你、控制你、拉低你，但请记住，你的价值不由别人决定，你的未来握在自己手中。就像这艘晚州，我指着校门口的雕塑，一艘破浪前行的小船，无论前面有多少山、多少浪，只要你不放弃，就一定能过去。台下掌声雷动，江宇站在人群边缘，对我微笑。念安已经长成了大姑娘，她在志愿者队伍里帮忙，听到我的话，用力的鼓掌。那一刻，我觉得圆满了。50岁那年，我决定退休，不是不能干了，是不想干了。钱赚够了，名也有了，是时候享受生活了。江宇比我早2年退休，我们把家搬到了新西兰，买了一个农场，每天养鸡、种菜、看海，过着真正隐居的生活。念安已经结婚，丈夫是个建筑师，2人住在奥克兰，每周来看我们1次。某天午后，我正在葡萄架下看书，江宇端来2杯茶。清明，他突然说：“你有没有后悔过？”后悔什么？后悔当年没有给顾逸晨一个机会。他看着我，眼神平静。我知道他对你很重要，虽然那已经是过去式。我想了想，诚实的回答：不后悔，但我偶尔会遗憾，遗憾他没能变成一个更好的人，遗憾我们最终走向了那样的结局。
局。如果他能变好，你会选择他吗？不会。我笑了，因为我已经有了最好的，我为什么要退而求其次？江宇也笑了，握住我的手。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。对了，他突然说，上周我收到一封信，是沈洛离寄来的，寄到了我们旧金山的旧地址，转发过来的。我一愣，他说什么？他说对不起，还有谢谢。江宇把信递给我，信很短，字迹潦草，看得出写信人身体不太好。许小姐，我知道这辈子没资格求你原谅，但我想让你知道，那些年我做的一切，除了虚荣和贪婪，更多的是因为嫉妒。我嫉妒你生来就有的一切，嫉妒顾逸晨看你的眼神。我走了弯路，害了你也害了自己。现在我要走了，医生说肺癌晚期，没几天了。临走前，我想亲口说一句对不起，谢谢你当年没有赶尽杀绝，让我还有重新做人的机会。愿你来生平安喜乐。我看完，沉默了很久。要回去看他吗？江宇问。不了，我把信折好，心意领了。愿他安息。人这一生会遇到很多恶，有些恶是纯粹的坏，有些恶源于嫉妒和不幸。我不原谅，但可以选择不再记恨，因为恨也是一种负担。而我想要轻装前行。65岁那年，江宇先我一步离开了，是心脏病，走得很安详。在睡梦中，我握着他的手，看着他的生命体征一点点消失，没有大哭，只是静静地陪着他。他最后说的一句话是：青敏，这辈子娶到你是我最大的幸运。葬礼很简单，按照他的遗愿，骨灰撒在了我们农场后面的海里。叶安担心我，想接我去奥克兰住，我拒绝了，我要留在这里。我说这里有他的味道。一个人生活的日子并不难过，我每天忙碌，种花、读书、写作。我开始写回忆录，写我这一生的起起落落。书名叫《晚舟》。在书的结尾，我这样写道：曾经有人问我什么是爱情，我想了很久，答案是爱情是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，而不是让你变成别人想要的样子。真正的爱人是成全，不是占有，是并肩，不是拖累。我曾在17岁时以为失去爱情就是失去全世界，后来我才明白，失去错的人是为了遇见对的人。那些打不倒你的，终将使你更强大；那些离开的人，终将成为你生命中的注脚，而不是正文。书出版后，意外成为了畅销书。很多年轻女孩给我写信，说我的故事给了她们力量，我会一一回复，告诉她们往前走，别回头。70大寿那天，念安带着孙子孙女来了，我们在海边举办了派对。孙子问我，奶奶，你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是什么？我想了想，说是每一次跌倒后都选择了爬起来。那最幸福的事呢？是遇到了你们爷爷。我看着大海，还有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。夕阳西下，海面金光粼粼，我仿佛看到了很多人，年轻的顾逸晨在对我笑，年老的江宇在对我招手，还有那个14岁在廉价旅馆里痛哭的许清明。他擦干眼泪，站了起来。我举起酒杯，对着虚空敬了敬，敬过去，敬未来，敬每一个不曾放弃的瞬间。82岁那年，我感觉大限将至，我不害怕，这一生已经很圆满了。我把念安叫到床边，交代后事。妈妈走后不要大办葬礼，我说把我和江宇的骨灰合在一起，撒到太平洋里，我们要去环游世界。妈，念安哭着握住我的手，别哭。我笑着说，我这一生值了，我被人深爱过，也是爱过别人。我做过错的选择，但最终做了对的。我看过最美的风景，吃过最好的美食，最重要的是，我始终是我自己。妈，你有什么遗憾吗？我想了想，摇头，没有。如果非要说有，那就是遗憾顾逸晨没能看到现在的我。我想让他知道我没有被毁掉，我活得很好。但转念一想，他其实知道，他在天上看着呢。沈洛离阿姨呢？她也看着呢。我说，看着我们每个人的结局，希望他下辈子能做个善良的人，因为善良才是最大的聪明。那天晚上，我梦见了3岁那年抓周宴上，小小的顾逸晨抓住我的手，怎么都不放。这次我没有掰开他的手指，我只是笑着对他说，我要走了，去很远的地方，你要好好的，学会爱别人，也学会爱自己。他松开了手，我拿起计算器，又拿起书，走向属于我的未来。醒来时，窗外阳光灿烂，我知道是时候了。我换上最喜欢的旗袍，化了个淡妆，坐在轮椅上，让护工推我去海边。海风温柔，像江宇的手。我看着无垠的海面，轻轻哼起了歌，那是江宇当年向我求婚时唱的歌。不管风吹浪打，胜似闲庭信步。声音渐渐低了下去，我闭上眼睛，嘴角带着微笑。这一生如履薄冰，也如踏歌行，来时两手空空，去时满载而归，足矣。